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家长最近出差，自己一个人在家实在是无聊，班里最好的兄弟邀请我去他们家住2天，反正我闲着也没事，索性同意了。不过当我去了同学家里的时候，才意识到自己真的是来对了。我叫刘明海，今年19岁，家里幸福美满，也算是富裕，爸爸妈妈都在外企工作，出差是经常的事情。而我作为独生子，自然是特别的孤独，所以从小就很渴望有好朋友陪着我。但直到大一的时候，我才认识了唯一的好朋友，也就是蒋晨鹤。这天我跟着蒋晨鹤来到他们家里，准备借住几天。刚进门就看见了他的母亲正在家里做瑜伽，我下意识地咽了咽口水，毕竟从小我就对成熟的女人没有抵抗力。可即使是奋力控制，我还是忍不住多看了阿姨几眼。你朋友来了，先去你房间玩会游戏，一会妈妈就给你们做法吃昂。阿姨声音温柔，见到我之后，让蒋晨鹤先带我去房间。知道了，妈，你晚上记得做红烧排骨，我特别想吃，我朋友也爱吃。行，放心吧。两人短暂的家常对话后，蒋晨鹤带着我去了他的房间里。可我心里还是对蒋晨鹤的母亲有所好奇，不禁问道：你妈妈看着好年轻啊，一点都不像快50岁的人，保养得真好。我妈妈呀，她最看重的就是自己那张脸还有身材了，又是控制饮食，又是瑜伽怕没啦，生怕别人觉得她老了就不好看了。那些什么保养品，只要有功效，不管多少钱都买，真是太可怕了。哈哈哈，女人都这样的，真好。你爸爸肯定很宠爱你妈妈，把她照顾得像是小公主一样。问这句话的意思，其实我就是想知道阿姨有没有老公。我心里很期待她是单身，毕竟我从来没有从蒋晨鹤嘴里听过关于他爸爸的事情。蒋晨鹤没有防备，对我做了一个噤声的动作，开口道：你小点声，别在我妈妈面前提这个事情。我妈妈把我生下来之后就跟我爸离婚了，后来我再也没见过我爸爸。我妈说离婚原因就是因为他生了孩子之后状态不好，一直没有恢复过来。我爸转头就找了更好看的小三，被我妈妈发现之后，我爸还觉得老婆不好看，所以找小三很正常。2个人一言不合就离婚了。后来我妈妈很少在我面前提，有时候还会因为这件事情发脾气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我肯定不提。我点点头，保证不说。但其实这个消息对于蒋阿姨来说或许是不幸的，对于我来说确实值得开心。毕竟蒋阿姨是单亲妈妈，如果我想接近她，和她更加深入的了解，也没有什么。想到这，我嘴角不自觉地笑了起来。你傻笑什么呢？赶紧上号，咱们2个开黑2把。没问题。我在蒋晨鹤的卧室里和他组队开黑，迎来了兄弟之间最重要的时刻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的妈妈给我发来了一条微信：去同学家要注意礼貌。上次开家长会的时候，蒋晨鹤的妈妈似乎是单身，你注意点分寸。我不耐烦地把消息划了上去，因为我妈妈知道我喜欢成熟的女人，怕我做出什么不可挽回的事情，总是叮嘱我。不过我从来都不以为然，喜欢谁，喜欢什么类型是我的权利，没必要被别人限制，就算是我的家里人也不行。所以我根本没回复这条消息，直接开黑。玩了2个小时左右，天也黑了。就在我觉得肚子有些饿的时候，蒋阿姨敲了敲我们房间的门，喊我们出去吃饭。
我赶紧收起手机，去了餐厅，看着蒋阿姨在厨房里盛饭，我乖巧地过去帮忙。阿姨把饭给我吧，我端过去就行。不用不用，你坐着吃就好。今天特意给你们做了2个硬菜，快去尝尝。虽然蒋阿姨客气，但我还是把饭端到了餐桌上。看着餐桌上色香味俱全的饭菜，我还真的被震惊到了。因为在我的印象里，爱美精致的女人都不会下厨房。比我的妈妈，她基本上都会点外卖，或者我爸爸做饭。不过像蒋阿姨这种又美丽又居家的女人，真的是太难得了。看着干什么？赶紧吃一口，看看我的厨艺怎么样，简单评价一下啊。蒋阿姨见我和蒋晨鹤都不动筷子，直接给我们一人1块红烧排骨，又把油焖大虾往我们盘子里放，赶紧吃，催促我们赶紧吃之后，又用期待的眼神看着我们，期待评价。我心里简直要被蒋阿姨的表情可爱死了。夹菜吃了一口之后，确实感觉味道不错，排骨软烂脱骨，特别入味。油焖大虾也是做的外酥里嫩，真的特别好吃。我不由得竖起了大拇指，不错不错，真的很好吃，确实是我妈的正常发挥，哈哈哈。喜欢吃你就经常来。上次我去开家长会的时候，看到你在篮球场上和我儿子一起打球，你打球比我儿子帅多了。阿姨要是再年轻个30岁就嫁给你了。蒋阿姨微笑着打趣，我们都知道是个玩笑话，但是我看着蒋阿姨的眼睛，总觉得这不像是在开玩笑。或许从我内心里，我根本就不希望这是个玩笑。年纪根本不是问题，我就喜欢比我成熟的姐姐。如果可以的话，阿姨等我2年就可以嫁给我了。你这孩子嘴真甜，能娶到阿姨这样的老婆是我的福气。我和蒋阿姨四目相对，说出了我的真心话。蒋阿姨的神色对我有一丝的留恋，最后变成了害羞，不再看我的眼睛。好了好了，刘明海你什么意思？你娶我妈，那我怎么办啊？我喊你叫后爸，你想得美。最后还是蒋晨鹤打破了我们的对话，最后换了一个别的话题，打架这才其乐融融，没那么尴尬。吃饭的时候，我注意到阿姨爱吃青菜，所以也特意给阿姨加了青菜。2个人虽然没有再说过话，但心思已经明了了。入夜，我洗完澡之后躁动难安，满脑子都是蒋阿姨的身影，期待着蒋阿姨真的对我感兴趣，真的知道我在餐桌上是在暗示什么。念念不忘必有回响，我准备上个厕所，刚出门就看见穿着性感内衣的蒋阿姨刚从浴室出来。2个人对视的时候，我下意识地低头。你低头干什么？吃饭的时候不是还说喜欢我吗？怎么就只是口头上说说，现在不喜欢了？说着，蒋阿姨还向我走了几步，我吓得往后一撤，再抬头看到蒋阿姨的脸，却早就已经忍不住了。我根本无法抵挡成熟女人的魅力，轻声开口道：蒋晨鹤睡了，我们可以，那就去我房间好不好？听到蒋阿姨这句话，我直接公主抱起蒋阿姨去了她的房间。床上，我终于接触到了她柔软的身体。其实我曾经遇到过很多成熟的女人，她们各有姿色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韵味，但是蒋阿姨是我见过最特别的。她乐观开朗，幽默的像是我的同龄人，可是成熟稳重贴心，又显得和我有很大的差距。我看着蒋阿姨轻声开口：阿姨，不要不喜欢我好不好？我想要和你在一起，我是真的喜欢你。你喜欢我什么？蒋阿姨看着我，神色认真。其实咱们之间不可能有真正的喜欢，年龄差距太大了，生活阅历也不一样，而且我是你朋友的妈妈。
如果我们之间的事情被发现的话，所以我希望咱们不要公开，就当作是心照不宣的默契，好不好？”听到这句话，我瞬间沉默了。刚才已经燃烧的火焰似乎被人浇了一盆冷水，因为我是真的喜欢蒋阿姨。不过蒋阿姨只希望和我保持那种关系，和我避嫌。现在的我也不能说什么，心里不开心，但表面上还是点头答应了。我知道了，乖，你不许和我闹脾气，只要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夫妻关系，你可以尽情地拥抱我，尽情地和我亲密，好吗？蒋阿姨摸着我的头，耐心低语哄着我，而我也像是一个被顺毛的小猫，一下子开心了，紧紧地抱住蒋阿姨，酣畅淋漓的鱼水之欢后，你赶紧回去我儿子房间睡觉吧，现在都凌晨2点了，要是他半夜醒了你不在怎么办？会被发现的。知道了。我看着蒋阿姨，想要说服她让我留下来睡一晚，不过确实睡一晚上很容易被发现，只能说知道了，然后灰溜溜地回到了蒋晨鹤的房间。回去的时候，他还在熟睡着，没有被吵醒的迹象。我躺在床上，闭上眼睛，就开始回忆刚才幸福美满的画面。蒋阿姨的身材在接触的时候，比看着她的时候要更漂亮，更加吸引人。难以想象，我和我中意的女人就这样发生了关系，甚至都还很喜欢。我很激动地幻想着以后我们下一次接触会是什么时候。因为刚才的体力消耗，我也确实累了，闭上眼睛睡着了。翌日早上醒来的时候，我身边没人，去客厅一看，才发现蒋晨鹤和蒋阿姨早就已经吃完饭了。蒋阿姨在做拉伸运动，蒋晨鹤在客厅里玩游戏。不好意思，我起晚了，我有些不好意思，赶紧说了一句抱歉。没事，昨天晚上肯定是太累了，你的早餐还在桌子上呢，你先吃，一会让我儿子给你收拾了就行。蒋阿姨轻轻开口，对我说话的语气都温柔了一些。她有什么累的？昨天我俩一起睡的，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，这证明你儿子我早睡早起，你有这么好的儿子，偷着乐吧。蒋晨鹤没有发现我们对话的不对劲，还在那犯贫。我笑了笑，去餐桌上吃早饭，吃完后默默收拾了碗筷。不过蒋晨鹤确实把我当朋友，见我吃饭完，直接抢着收拾。你放着吧，我给你收拾，你就来我家住2天，难不成还真的让你干活呀？我知道蒋晨鹤是真心为我好的，我也几乎没有遇到过一个这么投缘的朋友，所以我和蒋阿姨的事情让我觉得有一些内疚。我看着蒋晨鹤，轻声开口道：“对了，你妈妈最近没有结婚的想法，或者恋爱的想法吗？你是不是介意呀？”“什么？我一点都不介意呀，这有什么介意的？只不过我妈自己不结婚，谈恋爱的话也很少。怎么了？你忽然这么问？”“没事没事，就是我舅舅目前也单身，有一个女儿，我就想看看合不合适，想撮合一下。”我赶紧搬出了一个蹩脚的理由掩盖：“这就不用了，我妈心高气傲，看不上同龄人的。”“哦，那是我多虑了。”我赶紧结束了这个话题，心里带着一丝庆幸。看来蒋晨鹤是一点都不介意这件事情的。或许如果后续被发现的话，也没什么。今天一天，我准备找机会和蒋阿姨单独待一会，好好聊天。可是蒋晨鹤为了陪我，几乎是对我形影不离，就算是离开，也不过10几分钟的事情，实在是让我第一次感受到有朋友也不是很好的事情。就这样，一天里我都没找到机会亲近蒋阿姨，就该回家了。走的时候我依依不舍，但还好我私底下加了蒋阿姨的微信。回到家之后，我洗完澡直接窝在房间里不出去，
打开蒋阿姨的朋友圈，不断的翻动，出来吃饭了。刘明海，爸爸妈妈一回来，你就钻到房间里，什么意思哦？妈妈在外面不断的喊我出去吃饭，给我喊得心烦意乱。别喊我了，我不吃饭，不饿。我直接大声回复，然后锁上了房间的门，专心致志地看关于蒋阿姨的朋友圈。蒋阿姨的工作似乎是开了一个个人服装工作室，朋友圈里很多她试穿新品衣服的照片，偶尔旅游，偶尔分享一些看书心得什么的。每一张照片的角度都很自然唯美，不像许多女生拍照都把图片修改的变形了。蒋阿姨很自然，皮肤状态也很好。想起那晚上的风流，我忍不住给蒋阿姨发过去了消息：阿姨，你在干什么？怎么了？刚刚吃完饭，准备休息了。这么早休息吗？今天难道就不想和我在一起吗？总会有机会的。你这么着急干什么？可是我真的很想你，特别想你，真的，我想抱着你睡觉。姐姐，你别拒绝我。发出这句话后，蒋阿姨没有回复我。不过3分钟后，她给我打开了视频电话，我戴上蓝牙耳机接通，她轻声开口：不是想我吗？这样可不可以？阿姨，真的好漂亮。我迫不及待地想要见到蒋阿姨，蒋阿姨也被我撩拨得没有办法，最终让我偷偷去他们家，她给我开门。不过蒋阿姨还是很谨慎地让我小声点，我儿子刚刚才睡着，千万别弄出动静被发现。咱们去房间里，你小心点。关上门的时候，我彻底不装了。不过我们的动静弄得太大，连门外的脚步声都没有听见，最后还是卧室门被敲响，我们才发觉。而我瞬间瞪大了眼睛，被吓了一跳，赶紧寻找躲藏的地点，最终在蒋阿姨的示意下躲在了衣柜里。蒋阿姨也赶紧收拾了一下现场，换上正常的睡衣，打开门，尽量平复呼吸。怎么了？这么晚我都睡觉了，你还敲门干什么？我在衣柜里看不见蒋晨鹤的表情神态，心里更加忐忑。良久，蒋晨鹤开口说道：妈妈，你是不是带男人回家了？啊，没有啊，这么多年，你看我带过男人回家吗？蒋阿姨尴尬地否认，其实我并不介意你和男人接触，也没什么好隐瞒的，我都这么大了，道理都懂，你结婚甚至恋爱我都不会反对，但是你也是一个成年人了，别带一些不干不净的男人回来就行，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？蒋晨鹤语气郑重，不像是在开玩笑。不过我长出了一口气，原来蒋晨鹤只是听到了动静误会了，并没有发现是我，只要没发现是我就好说了。蒋阿姨尴尬地应下，随后说自己困了，让蒋晨鹤离开。离开后，我终于能从大衣柜里出来。出来后，猛地呼吸新鲜空气，坐在床边愣神。刚才真是太吓人了，要是被我兄弟发现，我都能当场死在这里。我还是觉得一阵后怕。蒋阿姨看着我，有些不愿意。你这会知道害怕了。刚才见我的时候怎么不害怕？何况我还被我儿子误会了，我才是冤枉的那一个。看着蒋阿姨委屈，我赶紧上前抱着她安慰：对不起嘛，姐姐，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，都怪我今天太想你了，是我的错。哎呀，你油嘴滑舌的，真是。蒋阿姨打了我一拳，让我别再说了。我嘻嘻地笑了笑，又说道：其实这也确实是个问题，咱们两个目前来看都挺合适的，为什么不能公开呢？咱们就当做正常情侣，难道你不愿意吗？要我看，直接公开就行了，偷偷摸摸的，迟早有一天会被发现的。你，蒋阿姨看着我，没想到我弟竟然会说出这种话。她犹豫了很久，说道：你才19岁，可是我都快50了，
你觉得咱们两个这种巨大的年龄差距能有以后吗？为什么要考虑以后？我从来不考虑那些有的没的，我只看现在。现在我喜欢你，你也喜欢我，我们就可以在一起。为什么不试试呢？蒋阿姨被我说的有些心动了，不过我心里也明白，她最担心的就是她儿子不同意。我也向她保证，会先去探探蒋晨鹤的口风。晚上我们说完这件事情，又在一起纠缠了很久，我才回家。回到家里的时候，刚躺在床上，没想到蒋晨鹤就给我发了消息：“你睡了吗，兄弟？怎么了？”刚打完游戏，我心里知道，或许蒋晨鹤要跟我说什么了。我也已经做好了准备，今晚就跟蒋晨鹤摊牌，不管怎么样，我都要和蒋阿姨恋爱，光明正大的恋爱。我今天半夜睡醒上厕所，就听到我妈妈房间里有动静，就是男人和女人的那种动静。我没想到我妈妈这个年纪竟然还会带野男人回家，我真的是被恶心到了。刚才我去给我妈说了，不过我没看见那个男人，可能躲起来了。我也不想追究，让我妈妈难堪，我就是不想让我妈妈乱搞，你明白吗？哪怕是再婚，哪怕是恋爱，都不能乱搞啊！随后，蒋晨鹤给我发了几个痛苦的表情包，我很能理解蒋晨鹤的心情。看着他对蒋阿姨恋爱的事情并不排斥，我就尝试地问道：“这件事情吧，也能理解，毕竟女生都会有那方面的需求的。要不你试着给你妈妈介绍对象吧？你知道你妈妈平时喜欢什么类型的吗？”这个我还真不知道，反正就只知道我妈妈看不上同龄人，喜欢比她小的，具体什么类型没问过。那你介意你妈妈的恋爱对象比她小吗？我赶紧乘胜追击，继续问道：“还好吧，差多少岁那是他们的事情，只要我妈妈别找一个跟我差不多大的，我都能接受。要不然找一个比我差不多大的，难不成我真的对我同龄人叫爸？别开玩笑了。”看着蒋晨鹤的语气，我感觉自己是没戏了。不过还想着再试试，于是想再说点什么。不过蒋晨鹤很快就困了，不跟你说了，明天来我家打游戏吧。今天困了，行，那晚安吧。我说了晚安后，觉得明天当面说也是个不错的选择，于是也先睡觉了。翌日下午，我去了蒋晨鹤家里，蒋晨鹤给我洗了点水果，然后和我一起玩游戏。倒是没有说昨天晚上的事情。打完游戏后，我找了一个合适的时机说道：“蒋晨鹤，你把我当朋友吗？你说什么呢？我当然把你当我朋友了。我有件事情一直没有告诉你，我心里挺不舒服的。但是不管你接受不接受，你打我骂我都可以，别生气就行，可以吗？”我看着蒋晨鹤，窗户纸即将被撕破。我心里莫名其妙觉得难受，害怕失去这个朋友。蒋晨鹤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，没有说话，不过还是点了点头。你说吧，我听着呢。我家里虽然幸福，家庭完整，但是因为缺少陪伴，我小时候又没有好朋友，所以我对比我的女人有一种天然的喜欢。那次第一次来你们家里的时候，我见到你的妈妈蒋阿姨，我就已经心动了。我心里忐忑，话还没说完，就注意观察着蒋晨鹤的脸色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蒋晨鹤果然皱眉看着我，脸上有些不悦。你先别激动，我不能骗你，我已经决定跟你坦白了。我真的喜欢蒋阿姨，而且蒋阿姨也喜欢我，我们已经表达过相互的喜欢，并且在一起了。那天晚上不是别的什么野男人，是我。我一鼓作气说出来的所有事情。抬头看着蒋晨鹤的脸，他已经生气得不行，恶狠狠地瞪着我，喊道：“刘明海，我把你当朋友，你就是这么对我的？你听我说，
我不是野男人，也不是玩玩而已。我真的喜欢蒋阿姨，我会负责的，我们会好好的。你他妈负责个屁呀！我妈妈都能当你妈妈了，你在这负责，到时候她归西了，你转身再找一个。你说的好听点叫负责，说的不好听点，不就是占我妈便宜吗？你这个王八蛋，滚出我们家！滚出我们家！蒋晨赫气的根本就不想看见我，一直推搡着让我离开。我这辈子都没有你这个朋友，你这个混蛋！不是的，你听我说，蒋晨赫，你先别激动，我还想要给蒋晨赫解释，你走不走？你不走就别怪我动手了。蒋晨赫从桌子上拿起水果刀就对着我赶我走，我当时确实吓了一跳，没想到这件事情说明白对他伤害这么大。就在我不知道要怎么办的时候，蒋阿姨回来了。蒋阿姨开门后看到我们两个人这样僵持着，吓了一跳，伸手就去夺走蒋晨赫手里的水果刀，呵斥：“你疯了吧你？什么事情让你拿着刀对着你朋友？我小时候教你的道理都教到哪里去了？你现在在干什么？”蒋晨赫没有回答这个问题，反而是一脸冷淡地看着蒋阿姨问道：“你还在这指责我？你跟他什么关系？”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蒋阿姨也愣住了，下意识地看了我一眼，问：“你话呢？你和我朋友19岁的刘明海什么关系？你说话呀！”蒋阿姨这才明白，原来我把什么都说了，可是她自己也没有办法面对我们之间的感情，只能沉默，掩面哭泣。我不明白你在哭什么？做都已经做了，难道还怕我说吗？还怕我知道？蒋晨赫看着自己的母亲，似乎很失望，冷笑了2声说道：“我想了很多种结果，我真的没想到那天在你房间的竟然是我最好的朋友。你们2个在一起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我？有没有觉得丢人？我现在对你们2个很失望。你可以和任何人在一起，但是刘明海绝对不行，我不可能同意。以后我没有刘明海这个朋友，他不许来我们家一步，听明白了吗？”蒋晨赫看着蒋阿姨，一步步的不断逼迫，最终蒋阿姨崩溃大哭，站起来质问蒋晨赫：“你到底要怎么样？我选择谁还要看你，我喜欢谁也要听你的。你有没有体会过我的心情？我喜欢这个男孩，我知道我们没有结果，但是喜欢有什么办法？”蒋晨赫看着蒋阿姨，平静地说道：“你可以喜欢他，我给你选择的机会，我和他，你选择一个。”蒋晨赫，你别这么过分行不行？为什么逼着他选择呢？我看不下去，说了一句：“你给我滚！”有你说话的份吗？蒋晨赫对我现在极度反感，直接对着我怒吼，随后转身看着自己的母亲，又问了一遍：“你选择吧，到底选谁？给我一个答案。如果你选了刘明海，我也不会恨你的。”我转身就走，咱们再也没有任何联系。蒋阿姨的眼泪不断地落下，可最终还是选择了自己的儿子。我看着蒋阿姨的选择，心如死灰，转身走了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